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大约1亿年前，桑树长出了它最早的枝芽。它以较快的进化速度，默默地等待着一场相遇。直到5000多年前，一双人类的手开始驯化桑树。这位亿岁长者，慷慨地舒展出人们最需要的样子。当装满丝绸的驼队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西域到古罗马，这条伟大的通道生动地将世界进行了融合，而丝路的缘起与蚕在桑叶上啃下的那个缺口有关。这里是山东德州的夏津县。公元前602年，善变的黄河第一次从夏津境内漫贯而过。此后的600多年间，黄河给夏津甩下了30万亩泥沙后改道而去。如今，黄河故道这片古桑群成为了全球现存树龄最高、规模最大的古桑群落。咱这个古桑树林，现在有6000多亩。6000多亩，感觉这一棵树岁数就不小了吧？有500多年，有500多岁了。哎，100年以上的，咱整个园区里边是2000多棵。咱全县有多少棵100年以上的？2万多棵。2万多棵。王艳华，斜杠山东大蔫儿，学的是历史，当过老师，做过记者。如今他专注于夏津农桑文化传播。我们熟知的桑树有叶用桑和果用桑。叶用桑的目的是为了养蚕，蚕吃桑叶吐出蚕丝，织成华美的丝绸。果用桑则是专心结果子，实际上就是果树，重点在结出好吃的桑葚果。而我们夏津为什么现在遍地果桑而不见蚕桑了？或许答案要去更远的地方找找看。咱们夏津的县志都在这里。咱晋县有养蚕的文字记载吗？1975年东临王屯的段庄村种植胡桑200亩，到1977年创下产前75斤的高产记录，但是1986年以后就停止饲养了。整体的趋势是一个逐步减少的过程。先秦时期的夏津属于齐国，史书记载齐国都城临淄，冠带一履天下。
丝绸是齐国经济之基石。在《管子》中就记载了，不仅是旷野之中种桑树，连百姓家的周围、宫廷周围也要种桑树。这件展品就是2000多年前的丝织物绢，在当时的齐鲁大地呢，就已经呈现出了桑热遍野、丝绸兴盛的这种繁荣局面。地处齐国的夏京，又如何脱离这庞大蚕桑产业呢？夏京在不同历史时期归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春秋之前属于大禹治水划分的9州中的兖州。春秋战国时，夏京属于齐国的属地，谷桑成林，蚕业兴盛，是当时向政府进贡丝织品的重要区域。从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整个华北平原始终是丝绸之路的坚实而繁荣的支撑点。那只是一位牵驼的胡人俑，驼背上呢还载满了物品。从形状上，我们也来推测，这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定州地区生产的绫罗绸缎。据通典记载，在唐代天宝年间，全国丝绸共赋中，河北道就占了1半以上，而你的家乡夏津，当时隶属于河北道的贝州，正是这庞大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夏津的桑树，正是这宏大历史图景中的有力见证。在无数文物的举证中，夏京蚕桑历史在王艳华的脑海中逐渐合拢。原来丝绸的辉煌曾长久地披盖在夏京的土地上。我们这个樟树叫神树啊，这个神树呢是带一个木字旁，能长成参天大树。养蚕的叶子还是比较大，果桑叶子比较小，所以说桑树能养蚕，神树能结果。我们种的就是果桑。黄河改道以后，留下了大片的沙地，夏京的种桑主要解决的是风沙，发展起来基于这种商业用途的，比如说种桑、养蚕、丝绸业的发展。但是呢，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特别是南宋以后，南方发展起来以后，北方的这个就衰落。经过多少年的变化以后呢，我们夏京的谷桑，其实目前主要以果用还有药用为主了。在长期的实践中，当地人民形成了桑树防风固沙、桑葚使用枝条做柴的高效循环农业模式。如今夏京被誉为中国圣果之乡。家人们，我现在正在我们夏京黄河故道的这个神树园内。哎，你好，大姐，咱采这个叶子是干嘛用的？茶叶，桑葚也能沏水喝，那个桑葚干啊，还有桑黄，泡酒。在过去是救命的树，现在是属于经济作物了，卖钱。桑树最核心的是它的双重生命特质：桑叶养蚕。桑果育人的实用功能，这直接关联到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从实用上升到情感，桑梓成为家园符号就很自然了。这背后是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乡土伦理。从山东、河北两地辗转，总算搞清了家乡谷桑的历史。过去的夏京也曾是夜用桑的主产区，生产着美丽的丝绸。历经岁月变迁，夏京人顺势而为，将蚕桑产业转向果桑种植。勤劳的夏京人在时代浪潮里不断自我革新，与时俱进，正是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智慧。从春秋到北宋的1000余年，以夏京为焦点，山东与河北都曾是丝绸的核心产区。黄河故道上，这连绵6000多亩的古桑树群，正是这段辉煌历史最沉默也最忠实的见证者。
齐完鲁稿的先秦风雅，北宋定州缂丝的悠远气息，虽已在产业变迁中走入了博物馆，但历史不就是为还存在的人讲述已过去的事吗？蚕是何时与桑树相遇的，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第一个发现蚕与桑秘密的人，被当作传说记录了下来。他是皇帝的妻子嫘祖，传说中是嫘祖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并无私地将技术授予百姓。文明的经纬在此时悄然织就。山西各种文化符号满天飞的地方，尤其擅长解锁祖宗级知识盲盒。据说阳城隐藏着不少关于蚕桑的秘密。这棵树呢，就是山西目前现存最古老的1000岁以上的桑树，而这棵桑树生长出来的文化，像织造技术以及养蚕植桑的一些技术经验，因此我们称之为农桑之士。农桑并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产业，男耕女织中的织即与桑蚕紧密相关，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模式。伊宝教授和他的团队将围绕阳城县古桑树王展开一场关于蚕桑文化的石鼓寻踪。千年桑树代表了1000年的养桑养蚕种树的集体智慧。我们从一棵树开始，一场6000年的农桑文化史的溯源活动。下面呢，我就分配一下任务。刘英到阳城县博物馆，李木东去潭姑寺，李可为呢去的是万寿宫。完成考察之后，在开化寺会集。这是西阴村出土的半张蚕茧，这儿明显有被刀切过的痕迹。这个应该是新石器时代，并且和咱们这个纺轮应该是同一时期的。这是咱们在索泉岭的出土的这枚纺，中间有个小孔，插个木杆，把比较细的织物线给全部卷在一起，再形成咱们用的这个线，然后用线呢再织布。当第一个石纺轮被先民打磨出来，开始旋转飞舞后，原本松散的纤维逐渐被碾成了细长而坚韧的线。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从石纺轮的小孔中织出了个大大的纺织世界。在我们阳城，家家栽桑，户户养蚕，所以我们这个桑树在所有的这个田垄上都能看得见。我们这个汤地庙祈雨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更多的追求，第一是对土地的照顾，第二个是对桑树的照顾。从上往下看，一片米叶凉菜；从下往上看，朵朵桑树菜。过去吃粮靠种地，花钱靠养蚕，没一家就是户户都养蚕，所以说它这个叶片呢都是生叶形状。哇，凡是场地庙都要柴骨地，没有柴骨地的也得竖一桩柴骨绳。南方把蚕当成了家庭成员，对，就叫蚕宝宝。蚕宝宝到阳城不叫蚕宝宝，叫蚕姑姑。
大姑姑、二姑姑、三姑姑，所以说阳城人对菜的这感情深。长帖在上，号头在下，柴姑娘娘居中，我在下跪。上月长帖，风调雨上，3月满年3月3日，天气真好。下月号头，上天居中，3月明年3月2号。它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点点伤残的那种意思在这里的，可能是祭祀的那种感觉。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桑木，它大概长了有1000年左右，长到这么粗壮，有可能它在辽金时期它就在这个地方了。那里面有一个从石缝里长出来的桑树，大概长了将近有100年的一个历史了。每年打完霜就上了冻之后，然后掉下来的桑叶，然后就可以收集起来，然后作为一个药材来使用。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开化寺，集6朝古建于一身。大雄宝殿的墙壁上遗留着现存中国最大的北宋4官壁画，被誉为墙壁上的《清明上河图》。凡是带有这种保护的或者是带有这种护栏的，它就一定是桑树。把它保护起来，保护的不仅是树，保护的更是生产技术。我们来看实际上光滑如新的丝布，它会通过丝绸之路，也许运到埃及，也许运到罗马，也许运到更远更远的地方。桑树恰恰证明了我们山西在陆泽地区延续了1000年以上的养蚕收丝的文化，恰恰也代表了所有桑蚕织造技艺的集中体现。它打开的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农业史、中国古代桑蚕制造史。我觉得这就是北宋的古中国。我们阳城古桑树，1000年的要1株，500年的要1株，300年的要4株，剩余的都是100年。对37株古桑树进行了挂牌。从70年代的也这个华北现在第一些。现在学校有3.7万亩桑，阳城在3.5万亩，大约有97户村从事采桑，菜农的直接收入可以达到1亿元左右。桑树在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在变得更好。万物都在流变。宋代开始，丝织的中心悄然南移至富庶的江南，唯独阳城县时至今日，栽桑养蚕依旧是当地重要的农事。阳城蚕茧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桑业在这里以更多元的现代化形式焕发活力。大概是唐贞观2年的初春，
天山南路的含义尚存。风尘仆仆的玄奘穿过百历城，远眺赤红火焰山的身后，高长城巍峨的轮廓在晨光中出现。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个城池将是他西行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就是吐鲁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Hello， 大家好，我叫夏一旦伊里哈木，是新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姑娘。你们看，这个就是我的家。我们家前面呢有2棵桑树，这是我爷爷的爷爷那段时间就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到夏天，在我们吐鲁番5月份左右有一场桑葚暴雨。走，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家的院子吧，奶奶。还有桑葚这儿，我们桑葚还可以做制喝。你们知道我们的桑葚还可以怎么吃吗？不仅可以沾着吃，坐着吃，还可以呢当秋千吃。还有，我们可以上屋顶上爬树吃。走，你看我们家屋顶还能看到火焰山。我之前呢在直播的时候给很多人讲过我们吐鲁番的故事，今天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吐鲁番桑树的故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土峪沟千年古村，周边也有很多这种几百年的古桑树。门前老桑树已有150年的树龄。哦，说的就是这个。这些门还有这个窗户都是桑木做的，他们这个阶梯也是桑木做出来的，已经很有年代感了。这个哦，还有这种床，装衣服用的箱子。在我们吐鲁番人生活中，桑木真的是处处可见的。看这边也有一个桑树。在吐鲁番，桑树从来就是居民们最熟悉的朋友。这里古树共有1044株，其中树龄最长的是一株约460年的古桑树，它生长在葡萄沟景区热河曼立体府家的院子里。它的胸径是有6.90米的啊，6个人都抱不过来，这棵树真的好大。Bu Qodaş bir nimen bada qaraman adamningcha. Bu arlig'imda turg'ilama uzun yillar bo'lgan ekan. Ot o'ldirimdan qolgan tavarik. 吐鲁番有院子的地方就有桑树。吐鲁番人对待桑树的态度大多和热河曼一样，朴实而纯粹。我在爱丁户村啊，发现了一棵非常漂亮的古桑树，它的树枝长得非常长、很大，而且是很圆润的，整个覆盖了这个院子。我听到了音乐声，好像在做美食莱普，要不我们进去看一下？哇，好热闹！这棵300年古桑的树冠铺盖了整个院子，它居高临下，庇应了很多代维吾尔族人的仲夏之夜。维吾尔族舞蹈的每一个旋转、跳跃，明快的节拍中都充斥着生命的张力。如何形容这种张力呢？大概像桑叶，将生命的万千奥秘与养分装进脉络中，等待迸发。嗨，我在骑骆驼。我在想，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的时候，他也没有料到曾经走过的旷野，现在人声鼎沸。
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丝绸之路吧。我现在到了博兹克里克千佛洞，你们看，就在这儿。博兹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是美丽装饰之所，这里曾是高昌国的王家寺院。从南北朝开始，一代代画工僧侣用虔诚的刀与笔在岩壁上刻绘。在这文明的十字路口，汉风唐韵与回鹘艺术，印度佛陀与波斯纹样，都在此处重叠。这幅画从中间往这边一共有16个人物，但是每个人的帽子是不一样的，无形当中反映了各个国家的商贸往来，服饰上的反应都从这里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在古罗马，如果能穿到丝绸的面料的衣服，这个人就很尊贵了，地位也非常高。所以说，把中国最早又称为塞里斯国，就是丝国的意思。20多年前，在阿斯塔纳古墓群发现的庄园生活图，清晰地描绘了古人与桑树之间的生活场景。这也是在吐鲁番首次发现与桑树有关的墓葬壁画。从河西走廊一直到吐鲁番，整个这个壁画里边反映了跟桑树题材的也很丰富。吐鲁番出土的一些个文书，比如察克台文的文书什么，都是用的桑皮纸。桑树历史从考古角度来讲，不仅有那个丝绸，有桑皮纸，后来咱们就发展到了桑叶茶呀、桑葚酒啊，这些都全面的给它进行了一个开发。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经济交往密切，在新疆还发现了大明通行宝钞。当时用来制钞的原料叫做桑瓤，经古法加工后就成了桑皮纸。就这样打1个小时左右，把桑皮取下来以后，在水里边潜很长时间，然后呢，把它的外皮要取下来，把那些白色的地方留下来，再飞腾6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把它这种打磨。哇，这个还能吃，真能吃吗？有点不敢。哇，你看。桑皮纸融合了维吾尔族匠人的巧思，具有桑树的长寿基因，以至于1000年不腐。它是丝绸之路最原始的存储卡。如今桑皮纸还被运用于吐鲁番纸雕艺术之中。我们高昌区极端干旱的地方，3分种7分管，要想把这个树种植下去，把它养活，把它养大，真的很难。这些古树能够存活至今，离不开吐鲁番人世代自觉保护。人爱护树，树也在守护着人们。然后说可以给我们生产出甜美的果实，可以给我们遮蔽阴凉。所以说呢，树也是我们的守护神，更是丝路辉煌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者。驼铃从远方来，茶香顺着野脉往上爬，书生靠在泥旁，念着泛黄竹简上的话。你看见城墙起，也看见高楼挤满天空下，同一片树
少驸马和小腹的他，古树在说话，一圈圈回盘成花，千年风雨吹不散，一句中国话。你把春秋写在把时代挂在枝桠，低头的人啊，听见心里的回答。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的桑树以及桑树下的故事编织成清晰的桑、蚕、丝、路脉络线，让遥远的历史似乎触手可及。丝绸的起源事实上是离不开桑树的，那条连接东西方的伟大商道，正是以桑树的终极产品命名——丝绸之路。伴随着丝绸的远行，桑树也从东亚启程，越过帕米尔高原，跨过地中海，最终遍布世界各地。它不再是单一文明的专属，而成为了全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株株毫不张扬的桑树，才是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谁也未曾料到，很多年前，一只蚕吃下桑叶后，这根完成生命蜕变的丝线，能织出一条灿烂辉煌的万里大道。桑子是故乡的代表与象征，祖先与后世的人们对于桑树的情愫也许从未改变过。它是这片土地上农业早期的根本之一，更是中国文化最初的故乡。山峰一层一层推着你的年轮向前走，心踏在你脚下，记得当年铁皮踏过的节奏。斑驳树皮里藏着小小的烟和旧战袍，孩子在你影子里追着一只剧烈奔跑。古树在说话，一圈圈回忆变成花，千年风雨吹不散，一句中国话。你把春秋写在把朝代刻进枝桠，仰头的人啊，听着自己的回答。古树在说话，一圈圈回忆变成花，千年风雨吹不散，一句中国话。你把悲欢写在白，把奢望举起解压，当初在说话，拥抱你的人啊，听见中国在回答。